在梵蒂冈再开俄乌会谈，普京作秀突访库尔斯克，为夺取苏梅州提供条件。乌军坚守库尔斯克，战斗以来清除63402名俄士兵。俄罗斯否认拖延和平。俄总统顾问荒诞宣称，苏联没解散，俄乌是在打内战，它的目的是什么？乌克兰空袭俄本土8大地区。叙利亚的俄空军基地遇袭，开辟俄乌新战场。欧盟解除叙利亚经济制裁。为提防俄军跳墙和入侵，北约设立第3个联合空中作战中心。北约秘书长吕特预测俄入侵时间节点。精彩内容马上开始。虽然俄乌和谈都要成笑话了，但欧洲和乌克兰并没有放弃。5月21日，芬兰总统亚历山大·斯图布在接受 YLE 电视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很可能会于下周在梵蒂冈举行技术层面的会谈。斯图布总统还指出，美国没有放弃在解决俄乌战争问题上充当调解人的角色。他称，以前只有美国在扮演这个角色，现在欧洲也参与其中。对于有关梵蒂冈谈判的消息，目前暂无得到确切证明。不过，利奥14世教皇在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交谈后表示，愿意在梵蒂冈举行双方进一步会谈，促进俄乌和平。可见，乌克兰的正义正在欧洲和教皇的支持下伸张。而俄罗斯方面，普京又开始了作秀表演。综合战争研究所和俄国家电视台的报道，在俄官方的刻意安排下，普京突访了库尔斯克地区，会见了当地居民和代理州长亚历山大·钱世泰因，并当场宣布将继续为库尔斯克居民提供联邦资金和增加排雷行动等承诺。战争研究所称，普京此次访问正值人们指责他拖延和平谈判，而俄方安排这次访问，一方面是想将普京刻画成一位有效且充满爱心的战时领导人，另一方面也是在为俄罗斯重新制定夺取苏梅州计划提供条件。因为在普京访问期间，格鲁什科夫斯基州负责人帕维尔·佐洛塔列夫明确要求普京在苏梅州打下一个缓冲区。普京询问，你想要多大？佐洛塔列夫表示，至少也得苏梅市这么大，同时暗示可以更大。这一来一回，说的苏梅跟俄军的囊中之物一样，在让人好笑的同时，也让人感到气愤。俄军入侵之心始终没死。苏梅市距离俄乌国际边境约25公里。俄军之所以要拿下这里，是因为若是在苏梅建立起缓冲区，就能阻止乌军每天对俄本土多地的饱和式无人机袭击。为此，在行动上，俄军每天都在对苏梅及其边疆地区进行有针对的打击。如据俄国防部的通报称，俄军使用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击中了苏梅边境绍斯特卡地区，乌军第1坦克旅训练场袭击造成乌军70余人伤亡，另有10台军用设备被摧毁。目前乌军尚未对此作出回应，如果是真的，这损失可不小。战争研究所甚至分析认为，不排除普京会在未来和平谈判中要求乌克兰将苏梅州的一部分割让给俄罗斯的可能。值得注意的是，普京的这次突访还是自4月26日俄罗斯单方面宣布收复库尔斯克州以来进行的首次访问，可能是在淡化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区的失败。不过，据战争研究所报道称，随着战斗的继续，尽管俄方宣称将乌军完全赶出了库尔斯克，但乌军仍坚守着有限的阵地。据乌总参谋部报告称，自库尔斯克方向作战开始以来，俄军已经损失了63402名士兵，其中阵亡25625人，被俘俄军971人。俄军武器装备被摧毁和损坏5664台。目前乌军仍在库尔斯克州积极开展战斗行动。在最新的行动中，乌军已将新组建的乌军第160和161旅部署到了该战场。据悉，这2个旅由波兰负责装备和训练，疑似北约装备，战斗力强悍。同时，乌军出动大约3个营，将乔特基诺镇团团包围后，开始了对俄军目标的挨个点名。如乌军昨日就使用海马斯集束弹药摧毁了俄军2辆导弹发射车。按照如今的事态发展，接下来几天，乌军可能还会在乔特基诺镇和苏贾南部地区展开几场小规模的进攻。与相对熟悉的库尔斯克战场，乌军也在积极拓展比尔格罗德战场。据 X 平台发布的视频显示，乌克兰凤凰边境支队摧毁了俄军藏匿在比尔格罗德地区的一栋建筑内的 R330ZH ZHITL 电子战系统。
地面战斗中，有记者拍摄到正有大批乌军和重装武器在向别尔哥罗德州方向集结，预测乌军将会向别尔哥罗德纵深发起攻击。很明显，俄罗斯战场打得越狠，乌军在乌东地区的压力就会越小。俄军在别无选择的回援中，乌军也就抓住了战场主动权。面对乌克兰和欧洲外交官们指责俄罗斯拖延和平谈判的说法，俄罗斯进行了坚决的否认。俄罗斯发言人佩斯科夫在否认拖延说法的同时，称每个人都在积极努力地解决冲突，但几乎在同一时刻，他的队友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选择拆台，直接拒绝了美国提出的先停火后和谈的提议。他认为俄乌无条件停火1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是在重新武装乌军部队和加固乌军阵地，而在前一天，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才刚公开表示，美国正在等待俄罗斯提交一份达成停火所需的条件。这不打脸吗？关键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每次都是美国刚准备挺一挺俄罗斯，俄方这几个代表就站出来唱反调，他们是没商量好吗？对此，战争研究所21日分析称，俄罗斯可能正在设置条件，以拒绝北约参与结束俄乌战争的和平谈判，就是不让美国和欧洲参与，打算俄乌自己的事情自己谈。而给出的拒绝理由是苏联还存在，俄乌战争属于内部事务。据战争研究所报道，俄总统顾问安东·科比亚科夫5月21日声称，苏联的创始机构人民代表大会没有参与解散苏联，因此苏联依然合法存在，乌克兰战争只是一个内部事务。同时，科比亚科夫还进一步声称，联邦共和国的最高苏维埃没有法律权利批准1991年12月的别洛维扎协议，这份国际公认的文件。这是真敢想啊，居然将俄乌战争说成内战，直接从根上把乌克兰判给了俄罗斯。他的苏联梦怕是还没有睡醒吧？苏联早在1991年12月8日就被终结了，而俄罗斯作为参与者之一，其时任总统鲍里斯·叶利钦与时任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领导人克拉夫丘克和舒什科维奇在白俄罗斯布列斯特北方50公里的比亚沃维耶扎原始森林会谈，以合法的身份合法的签署了别洛维扎协议。自此，三国宣布退出苏联，并建立一个类似英联邦的架构来取代苏联，其国家继承为独立国家联合体。另外，俄罗斯与乌克兰签订了多项条约，明确承认乌克兰的合法性。同时，俄罗斯外长还声称有权保护其在前苏联国家的海外同胞，并为前苏联国家公民创造了获得俄罗斯护照的简化途径。这不都是这些国家独立的表现吗？那科比亚科夫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言论？战争研究所推测认为，这是在排除外国对俄乌和谈的干预，同时也是在为俄罗斯有权侵犯乌克兰和其他前苏联国家设定了条件，其可能正在追求重建苏联和俄罗斯帝国。战争研究所还援引美国和欧洲各国情报部门21日发布的一份网络安全咨询警告称，俄罗斯安全部门的第26165部队2年多以来一直在打击北约的物流和技术公司，称其正在为未来与北约的更大规模战争做准备。随着外交争端的逐渐升温，俄乌双方在战场上的攻击力度也逐渐加大。如乌克兰方面恢复了对俄罗斯本土以及克里米亚的大规模无人机攻击。据开源情报报道，5月22日凌晨，乌军向莫斯科地区发射了无人机群，与俄防空系统展开交战。当地目击者表示，在莫斯科上空听到了10几起巨响。与此同时，莫斯科的奥金佐沃北部绕城路的第4公里处也发生了剧烈爆炸。现场视频显示，高速公路上闪烁出了耀眼的火球，附近汽车甚至被掀飞出去300多米远。但俄方则宣称，这里发生的仅是一起交通事故，是一辆迈凯伦跑车撞上了莫斯科高速公路护栏，引发了火灾。除了莫斯科外，俄罗斯的图拉、卡卢加、奥缪尔、沃罗涅日、罗斯托夫都发现了乌军无人机的身影。据乌总参谋部确认，乌军至少10架无人机成功袭击了俄罗斯西部奥缪尔地区的一家半导体设备工厂。据悉，该工厂是俄罗斯联邦在半导体器件和组件研发和生产领域的领先企业之一，负责生产微电路、半导体等产品，可用于通信、控制、电子战以及坦克和导弹系统的模拟器。乌军的此轮袭击直接导致俄军战机和导弹生产商陷入了瘫痪。俄罗斯方面承认了此次袭击发生，声称在6个地区共击落了127架乌军无人机，而且受空袭影响，俄罗斯航空监管机构表示，已暂时关闭了莫斯科多莫杰多沃机场和茹科夫斯基机场。
若是再算上被攻入的库尔斯克与别尔哥罗德，这意味着俄罗斯有8大地区同时遭遇了袭击。这是乌军无人机的袭击路线，预计后续还会有新的消息传出。而俄军方面，乌克兰国家紧急服务部门5月21日报告称，俄军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切尔尼戈夫地区的一个农场，造成1人死亡，同时使用制导航空炸弹和多管火箭发射器炮击了库皮扬斯克和其他地区。当地区中心的一栋住宅楼、一栋附属建筑、一个车库和一个木棚因炮击而起火，据初步统计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此外，扎莫罗尔州州长伊万·费多罗夫也于报告称，俄罗斯对瓦西尔夫基区的袭击导致2名乌克兰邮政员工受伤。赫尔松州军事管理局则称，俄军无人机袭击别洛泽尔卡，造成5人受伤。俄乌战场之外，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空军基地也遭到了袭击。Next A 新闻报道，5月20日，叙利亚西北部的拉塔基亚省遭遇了不明武装人士的袭击，枪声不断，而打击的目标则直指俄罗斯在这里的赫梅米姆空军基地。报道援引俄罗斯驻叙利亚的消息人士的话表示，这场战斗持续了数个小时，传出了多起爆炸声。这场短暂的冲突目前已经导致至少2名俄军士兵身亡，10几人受伤。目前莫斯科方面尚未回应此事，具体损失有待后续验证。而这群袭击者的身份暂时还未确定，有消息称他们来自乌兹别克斯坦，而且似乎还和大马士革内部的一些武装组织关系密切。这些消息也让叙利亚和俄罗斯的关系再度微妙起来。毕竟自前总统阿萨德逃往莫斯科后，俄方在叙利亚军事基地的去留问题就一直是多方博弈的焦点。一些俄频道则声称此次袭击是乌克兰一手策划的，不过该说法没有得到基辅方面的回应。但叙利亚其实早就成为了俄乌双方的交战场所。如2024年6月，乌克兰特种部队就袭击了叙利亚的俄军检查站，还一度控制了对方的一个据点。之后，在叙利亚反对军向大马士革推进过程中，也有乌军教官的身影，他们还提供了无人机等技术的支持。而且泽连斯基早就说过，反击俄军并不局限于乌克兰境内，世界各地都可能成为新战场。像去年在非洲的马里，乌军还联合当地的图阿雷格武装重挫了俄军的瓦格纳组织等等。至于叙利亚本身，很长一段时间内还将继续承受各种力量在此地的角逐。不过对他们来说，好消息正在陆续到来。5月1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下令解除对叙利亚的制裁。如今，欧盟紧跟美国的脚步，于20日发表声明，宣布解除对叙利亚的经济制裁。在声明中，欧盟说，现在是叙利亚人民团结起来，重建一个包容、多元、和平且不受有害外部干预的新叙利亚的时刻。北约各国和阿拉伯国家都将纷纷与其建立起了外交关系。而在解除对叙利亚制裁的同时，欧盟也将继续保留针对阿萨德政权的制裁，保留基于安全考量的制裁，还将针对侵犯人权者和加剧叙利亚不稳定者实施额外的定向限制措施。声明说，欧盟将继续与叙利亚过渡政府保持接触，密切关注叙局势变化，以及取消对叙经济制裁这一决定的影响。不过，就欧盟解除对叙经济制裁而言，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沙伊巴尼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欧盟这一决定将增强叙利亚的安全、稳定与繁荣。为提防俄军跳墙和入侵，北约将在北极地区设立第3个联合空中作战中心。据法新社报道，挪威政府宣布已指定位于北极圈内的挪威小镇波多作为北约新联合空中作战中心的常驻地。北约在欧洲已有的2个联合空中作战中心分别在德国和西班牙。据悉，北约国家在今年2月经过部长会议，同意在挪威设立北约在欧洲的第3个联合空中作战中心，其具体地点由挪威当局决定。对于此次在波多小镇设立联合空中作战中心，挪威首相乔纳斯·加尔斯托尔表示欢迎，称挪威在北极圈有重要的战略利益，在波多设立是必要的事情。而且据他介绍，波多小镇同时也是挪威武装部队作战指挥中心的所在地，届时2个指挥中心总部将设置在一起，波多地区也将成为邻近地区军事行动的管理中心。其作用，据挪威空军司令罗尔夫·弗兰德少将指出，将大幅提高北约国家空军联合司令部的指挥能力，该地区也将纳入北约的预警范围，可实时提防俄军的突然入侵。而在挪威政府宣布这项消息之际，其邻国俄罗斯也正试图通过现代化改造旧基地、扩建新基地
来巩固其在北极的影响力。甚至因此，二战后在欧洲一直保持军事中立的芬兰都加入了北约。但这也让俄罗斯与北约陆地的边境防线延长了1倍，加剧了俄军在俄芬边境和北极地区的部署力量。前任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就曾对俄罗斯在北极扩充军力发出警告。目前俄罗斯已建立了北极司令部，并开通了数以百计的新建和旧苏联时代的北极军事站点，其中包括机场和深水港等设施。受此影响，北欧国家也加大了北极地区的军事建设，如挪威自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就不断加大军事设施投入，其中在特罗姆斯郡的投入就接近160亿挪威克朗，约合14.4亿美元。目前挪威部分陆军和特种作战部队已进入该地区。同时报道称，自冷战开始以来，北极一直是个可直通美国本土的途径，前苏联轰炸机和导弹能飞越北极空袭美国，因此美国和加拿大成立了北美防空司令部，并在整个远北地区建立了雷达和基地，以抵御这种攻击。像在今天，美国的许多导弹防御基础设施就设置在北极地区。此外，今年1月，特朗普重返白宫后，也多次提出北约盟国的国防预算要从 GDP 的2%升至5%，以应对未来的安全挑战。美国国防部负责北极战略及全球保持韧性事务的副助理部长爱丽丝·弗格森曾表示，如今的北极已经越来越不稳定，美国及其盟友必须确保在该地区拥有适当的能力来侦测威胁并开展行动，共同努力确保威慑力及长期稳定。不过有地域专家指出，截至目前，北约国家尚未制定出一套应对潜在挑战的策略。北约秘书长吕特更是预测了俄罗斯可能发起入侵的时间节点。5月21日，吕特在北约总部表示，俄罗斯所生产的导弹数量也是所有北约国家导弹总和的4倍。他强调称，俄罗斯有能力且正在竭力制造麻烦。吕特秘书长还根据公开信息推测，俄罗斯可能会在2027年、2030年或2032年等军事实力积累到一定程度后，试图做出一些愚蠢的事。这里可能指的就是入侵北约。因此，吕特秘书长称，北约必须向普京做出明确警告，如果他现在或在不久的将来发动攻击，北约将给予毁灭性打击。而在此之前，吕特建议加大对乌克兰盟友的支援力度和增加自身的国防开支。他认为各国国防开支应超过 GDP 的3%，以此来应对俄罗斯的潜在威胁。此外，吕特还称，6月底召开的海牙北约峰会上将讨论如何扩充更多的军事人员、装备，以及讨论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以改善其地位的问题。他指出，必须避免重蹈明斯克协议的覆辙，确保持久和平。据战争研究所报道，乌克兰建立了第一个正式的摩托车部队，这表明继无人机战术后，快速机动战术正逐渐成为乌军的新作战特征。乌克兰第425独立突击团5月20日报告称，乌克兰军事司令部在该团内组建了乌克兰第一个突击摩托车连，并要求该连进行适应性强的突击行动，以求迅速突破俄军阵地。至于原因，很简单，战争烈度是螺旋升级的，技术和战术对抗也是如此。自2024年年底以来，俄军越来越多地在战场上使用摩托车战术来躲避乌军无人机打击，而乌军也因此开始发展自己的摩托车部队来对抗俄军的无人机和摩托车队。值得注意的是，俄军现在除了毛驴运输队外，俄军的运输艇也很有特色。这仗都已经打成这熊样了，普京还在幻想今年在军事上会有重大突破。俄罗斯现在是上面的人总觉得形势大好，下面的人不想打，伺机逃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吕特秘书长的预测是否会成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